拆迁款到账那天，我妈打来电话说哥哥要结婚了，我飞速买了回家的机票，给每个人都包了大红包，准备回家躺平。饭桌上，我开玩笑说自己不想上班了，想啃老。我哥瞬间不乐意了：鱼，你这是打算跟爸妈要钱？我结婚用钱的地方多，总不能把钱给你吧？见我不说话，哥哥继续说：你想住在这里也行，你每个月上交1万的生活费，毕竟家可不是谁想待就待的，你总不能什么都指望父母，自己当个寄生虫吧？呵呵，他大概不知道，他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名下的，就连平时的开支都是我出的，所以到底谁该滚？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外婆家拆迁款到账那天，我看着银行卡里的一串数字，立马买机票回了家，还给每个人包了大红包。妈妈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饭桌上，我哥问我怎么突然回家了，看他一脸严肃，我突然想开个玩笑，上班太累，我想回家啃老了。我妈脸色一僵，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辞职了？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你也太冲动了。我哥也瞬间变了脸色，我马上就要结婚了，用钱的地方也很多，你现在回家啃老算怎么回事？我哥今年刚30岁，初中毕业后每天在家里待着，没出去上过1天班，能娶到媳妇也是因为家里有套像样的房子。看我哥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我正准备解释，就在这时，我妈也犹豫开口了：鱼，你哥说的也对，你是个大姑娘了，在家里住容易被邻居说闲话，而且你嫂子也要嫁过来了，家里人多不方便，要不你还是搬出去吧。刚要说出的话被我硬生生憋回去。我笑了笑：妈，这也是我家，为什么住在家里会被别人说闲话？我妈解释：妈不是这个意思，你也知道你哥嫂年龄大了，要抓紧要孩子，这样生出来的小孩才聪明健康。家里现在人本来就多，现在你也要回来，家里根本住不开。我耐心劝导：妈，家里虽然比不上别墅，但是4间屋子也够住了，咱们这几个人住非常宽裕，你不用担心。一旁的我爸瞥了我一眼，有些不满地说：在外面上班还能挣钱，你在家待着能有什么出息？我放下筷子，轻声道：我在家也可以帮忙干活，孩子出生了，我也可以帮忙带孩子，而且我都辞职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哥依旧不依不饶：反正你在家不可能，本来家里就没钱，你还要回来白吃白喝，你是要当寄生虫，吸干爸妈的血吗？我哥顿了顿，继续说：这样吧，按你每个月生活费1万，水电费还有买菜钱你都出了，这个家你就可以住，要不然免谈。我努力扯了扯嘴角，我毕业3年了，白天在公司做牛做马，有空我就去兼职，没休息过1天，工资发下来我就往家里赚一大半。你们有什么想买的，我都在我能力范围买。现在我想在家里，你们还跟我要房租？前几个月我哥在家待腻了，让我帮他在网上找工作。他初中学历，也没什么工作经验，实在不好找工作，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保安的工作，他能出去工作，我是真心为他高兴。可是干了没多久，他说挣得少还累，就辞职了。我的语气明显带着生气，可我哥依旧没完没了：爸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给他们点钱怎么了？一说钱就这么斤斤计较，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现在我们就是帮别人家养女儿。说着，似乎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些过分。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你是我妹妹，我才跟你这么说，换别人
我都不说这种话。我笑了。那我往家里打钱的时候，你怎么花得那么心安理得？这句话似乎戳中了我哥的痛处，筷子一摔，饭也不吃了。你不心疼我吗？我还心疼呢。妈妈赶紧安慰我哥，又转头对我说：“你哥哥没工作，他也压力大。你做妹妹的别这么说他。”我抿着嘴，冷冷地看着他们，正想说话，我爸抬头瞥了一眼我哥：“行了。”再吵就都出去。我哥小声嘟囔：“明明就是外人。”我爸脸刷得涨红了，站起来指着我哥骂：“赶紧滚回你的房间去！”我哥说的对也不对，我从小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我2岁的时候，爸妈想让哥哥去城里上学，但又照顾不了2个孩子，我于是成了被舍弃的那个。爸妈走之后，就彻底和我们断联了。我们也没有智能手机，座机打过去总提醒正在通话中。外婆没什么文化，但思想却很先进，认为女孩要多读书，要走出去，见识世界，所以格外注重我的教育。我也不负外婆的期望，考上了大学。有一年，我放假回家，家里突然来了好多人，他们说这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看着面前陌生的面孔，怎么都叫不出口。但是外婆很开心，外婆从小没了爸爸妈妈，嫁给了比她大10岁的外公。外公抽烟酗酒家暴，早早就去世了。外婆一个人把我妈养大。我妈从小就叛逆，爸爸是村里的社会小青年，在爸爸的再三诱导下，就和爸爸私奔了，直到生下我哥才回来。不过讽刺的是，他们这次回来不是来接我走的，是外婆的房子要拆迁了。他们在外婆家又哭又闹，也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待了1个月就走了。他们走后，外婆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外婆去世的前几天，似乎早有预感，联系了我们当地的律师。外婆又把我叫到病床前，让我不要记恨我爸妈，我们始终是一家人。我坐在床边，哭着答应外婆。外婆去世后，我才知道她把房子留给了我。拆迁之后，我得到1套4室2厅的新房，还有未到账的1000万。朋友劝我把房子租出去，可我不想，这是外婆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不想有陌生人的足迹。就这样拖拉了1年。由于我在外地上学，平时家里也没人打扫，落了一层灰。我妈说，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他们住进去也能帮忙打理。等我毕业了，他们就搬出去。我同意了。就这样，他们一家人在我的房子里住了1年又1年。我毕业后偶尔回家，妈妈也一直对我很好。有时候我和哥哥吵架了，他也会站在我这边。可今天我哥这么一闹，我意识到一件事，难道我爸妈没有告诉哥哥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的？怪不得他一直排斥我在家里。我私下找到我妈问道，哥哥嫂子是不是不知道这房子的事情？我妈犹豫再三开口，你哥哥好不容易谈上对象，人家那边说了，房子彩礼1个都不能少，你放心，等你嫂子嫁过来，我就和她说这房子是你的。其实我妈这么说我也能理解，我爸身体有问题，不能干重活，我妈也年纪大了，没有经济来源，我哥好不容易谈上对象，自然是不想放手的。我好心劝阻，妈，纸终究包不住火的，还是尽快和他们说了比较好。不过结婚总归要有套房子，到时候我可以给哥哥出首付买房子。我妈闻言，眼眶顿时红了，还是鱼鱼懂事。我替他们谢谢你，等他们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和他们说清楚的，不会让你受委屈了。我摸摸我妈的手，安慰道，咱们都是一家人，不用说什么谢不谢的。我妈看着我也笑了，咱们家有你这样的闺女，真是有福气。我腼腆的笑笑，心里却愈发没底。
这次回家，我本来是想把拆迁款到账的消息告诉他们的，大家平分这笔钱。但是这气氛让我决定还是先不说了。从我回到家，哥哥每天对我冷嘲热讽，不是提房子的事，就是说上学没用。有的人啊，学白上了，毕业还待在家里白吃白喝，多厚的脸皮赶都赶不走。我看他非要把家里吸干才满意，以为别人都很喜欢他，实际每个人都嫌弃他。类似的话时时刻刻都在说。每当我想对回去的时候，都会想起我妈说，等哥哥结婚以后，他们就搬出去住。我相信他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的一再忍让，没有换来哥哥的一丝收敛，反而更加过分。这天我和朋友去聚会，晚上回得稍微迟了点。为了不吵醒他们，我没开灯，摸着黑找到自己的房间。刚到门口我就觉得不对劲，我房间的灯怎么开着？推开门后，我看到让我毕生最难忘的场景。我看到我哥躺在我床上，把我房间弄得一团乱，臭烘烘的像个猪窝。我满脸惊讶，捂着鼻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哥见我进来，也没停下打游戏的手。我生气地问道：“哥，你怎么在这里？”我哥瞪了我一眼：“这是我家，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就在这时，听到动静的我妈也过来了。我妈讪讪地安慰我道：“忘了跟你说了，你哥说他这几天睡得不舒服，房间每天见不到太阳，你房间朝阳，就搬来你房间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房间里为数不多的东西都不在了。我这个房间的确好，不仅采光好，而且还有独立卫生间。当时妈妈他们搬来之前，我就已经选好了。看我沉着脸不说话，我妈连忙拉起我的手：“鱼，这件事是我不对，你这么善解人意，肯定会理解妈妈，理解哥哥的，对不对？”看我妈一脸尴尬，她又是长辈，我不好说什么了。算了，我哥想住就住吧，咱们家不是还有一间屋子空着吗？我去那里睡吧。看我妈支支吾吾，我哥立马站出来：“那间房是要给未来宝宝睡的，你不能去。”我嘴角抽了抽，但又懒得折腾，于是耐心问道：“行，不去就不去。妈，你说我去哪间房子睡？”我妈有些犹豫地指着沙发说：“家里能睡的地方就只有沙发了。”我皱着眉，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她。我妈看出了我的不满，用胳膊碰碰我。我哥不满地说：“要是家里放不下你这尊大佛，你就搬出去。”看着妈妈左右为难的样子，我还是心软了。哥哥再过半个月就结婚了，我也不想吵得太厉害。为了我妈，我再忍一次吧，只希望这半个月快点过去。现在就先在沙发上将就吧。可没想到，接下来的事让我彻底改观了。白天他们说嫂子明天要过来，我看着脏兮兮的家，准备大扫除。打开窗户，柜子顶飘下来一些灰尘，我拿着鸡毛掸子扫过去时，从上面掉下来一个文件夹。我犹豫再三，还是按耐不住好奇心打开了。打开后，保险单3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更让我震惊的是，投保人竟然是我，受益人是我父母。看到最后面的巨额赔偿金额，我手止不住的发抖。再回想起我回家之后发生的事，都隐藏着让我不寒而栗的细节。这时门突然响了，我扫视一圈周围，急忙躲在床下面。我爸妈确认家里没人后，卸下平日里的伪装。我爸深呼一口气开口：“你下的药到底有没有用？那个赔钱货怎么还活着？成才马上就要结婚了，彩礼都还没凑够。”我妈摇摇头：“我也着急呀，谁知道那件皮子这么久了还没事。”我爸急了：“那你就加大剂量，成才结婚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他不死成才怎么结婚呢？怪不得我最近老感觉头晕乎乎的，走路也有点飘。”
起初我以为是感冒了，喝了好久的药也不见好，没想到竟然是他们给我下了药。我爸突然又想到什么，压低声音说：“把你给王满霞下的药拿出来，给他加上。”我就不信他命那么硬。听完我爸的话，一股寒意从我的脊背升起。王满霞是我外婆，当时我外婆突然就去世了，我只沉浸在外婆去世的悲痛中。现在细细想来，我外婆虽然70岁了，但是身体一直很好。可自从我妈他们走了之后，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外婆当时肯定也有所察觉，所以才把房子转到我名下，这是外婆留给我最后的保障。事发突然，我根本没想到这是一起谋杀。更可怕的是，凶手竟然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突然面露凶光，他最近经常出去玩，回来的晚，难免有意外发生。突然死了也没人怀疑，你赶紧想办法制造一场车祸，越快越好。在我爸的再三催促下，我妈下定决心，行，你放心吧，这房子肯定是咱们儿子的，更何况我们还做了好事，让他早点下去见他最爱的外婆。我爸点点头，你这次做得干净点，上次都被王满霞发现了，不过应该没告诉那个小贱人。听着他们的对话，没有言语能形容我此刻现在的心情。当时我第一次回到家，只有我妈对我嘘寒问暖，爸爸和哥哥坐在沙发上，一个玩手机，一个看电视，没抬头看我一眼。平日里我妈对我也是无微不至，我知道她刀子嘴豆腐心，嘴上不饶人，心里却很关心我。虽然很明显的偏爱哥哥，但我知道他们那个年代重男轻女，这不是他的原因，所以我有能力之后尽我所能的对他好。可他对我的好都是伪善，让我一步步掉入他为我编织的陷阱。好在他们就在房间待了一会，随后就出门了。我失魂落魄地回了房间。自我记事起，外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他们的不好，总是说他们的好话。他们现在对我不仁，我也没必要对他们有意。第二天，我顶着2个黑眼圈起床，嫂子看见我的第一眼就撇嘴，对我的出现很是不满。今天嫂子是来商量彩礼和结婚事宜的，大家相谈甚欢时，嫂子话锋一转：“鱼，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走呀？爸妈年龄大了，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你总不能一直赖在家里吧？”我听成才说：“你上大学的时候花了家里挺多钱的，你现在也失业了，不能一直当寄生虫吧？”我跟成才商量好了，你也不是不能在这个家，你每个月拿出1万块钱出来当房租，怎么样？划算吧？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嫂子，你说的对，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要交房租的，只是你还不知道吧？他们住的这套房子其实是我的。嫂子闻言愣住了，随即大喊：“你在胡说什么？这房子怎么可能是你的？”我挑了挑眉，冷笑道：“你不信可以去看房产证。你也不想想，我爸我妈都没怎么上过班，怎么可能全款买到学区房？这套房子是我外婆留给我的，而且养家的不是我爸妈，而是我。赖在我家里不走的也是你们。”看着嫂子震惊到说不出话的模样，我心里无比舒畅。之前我爸妈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房子还没装修好，我父母多次暗示我房子住得不舒服。外婆走后，房子都留给我，当时还提前赔偿拆迁的100万。我想的都是一家人，就把这些钱陆陆续续都转给我妈，让她用来装修，还有家里的其他开支。现在即使工作了，我也会定期给父母打钱，希望他们能安度晚年。拆迁款全部到账后，我本来是想躺平几个月，我也没有太大的追求，利息就够我生活了。可没想到，
我回家的想法竟然是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还得知了外婆去世的真相。嫂子依旧以为我在瞎说，你为了待在这个家，真是什么谎话都能说出来。妈，你们快说话呀！嫂子转头看向爸妈，爸妈很快缓过神来。鱼跟你开玩笑的，这当然是我们的房子。鱼，你说对不对？说完给我使眼色，让我配合他。我摇摇头，把早就准备好的房产证拿出来，放在他们面前。这有什么好开玩笑的？房产证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房子是谁的。嫂子急忙打开房产证看，紧接着从疑惑变为愤怒。这个婚我不结了，怪不得一直不给我看房产证，原来上面写的不是你们的名字。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小孩上学的问题不用操心，成才已经买了学区房，亲戚朋友都知道了。现在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说完，嫂子就站起来收拾东西。我哥也是刚知道房子是我的这件事，震惊程度不亚于嫂子。我哥一边拦嫂子，一边恶狠狠地盯着我。嫂子走之前撂下狠话，房子必须加我的名字，我才结婚，要不然这个婚别结了。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怀孕了。南海，你们1星期内没解决，我就去医院打了。紧接着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我妈强忍怒气质问我，不是说好了等你嫂子结婚后才说的吗？你是诚心不想让你哥哥结婚？就算你哥哥在你房间做那种事，但今天是你哥的头等大事，你也太不懂事了。如果没有听到昨天他们的话，我肯定会感到特别自责。但现在面对这个杀人凶手，我只想撕开他脸上的面具，狠狠给他一巴掌。妈，我觉得嫂子说的对，这么一大家人住一块的确不方便。之前我给你们的钱我就不要了，现在我只想一个人住我的房子。爸妈，你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我妈反问。我是你亲妈，住你房子还不行？我冷哼一声，我是你亲女儿，哥哥还不一样，跟我要生活费撵我走。看我妈还想说什么，我直接开口，再说下去我可要跟你们算房租了，1个月就按1万算，住了35个月，还有生活费。你们3个人1年1人3万，3年就是27万，我给你们打个折，凑个整就要60万，这不过分吧？我妈咬着嘴，只能出去追哥嫂了。他们走了之后，我把我房间属于哥哥的东西都扔出去，躺在软软的床上，不禁感叹住回自己房间的感觉真好。我还没躺几分钟，我爸就进来了，看见我搬回来，我爸表情有些一言难尽。搬回来也好，这本来就是你的家，都怪我和你妈妈没用，从小把你放在外婆家。别看你哥哥跟着我们在外面也没钱，他从小也受苦了。我知道我们对你有愧，不过你今天做得太过分了，等你嫂子嫁进来你再说也不迟。你说她领了证生了孩子，想跑也跑不了。再有就是你跟你妈说的那些话，我知道是开玩笑，咱们一家人没必要算得那么清。说完又顿了顿，对我谄媚的笑。你之前说给你哥哥付首付，那个钱能不能现在拿出来给你哥哥用？眼看就要结婚了，彩礼都没凑齐，怪不得他的态度360度大转变，原来在这儿等着我。眼见嫂子怀孕了，他明显更着急了。爸，拿出来给哥哥用没问题，但是我最近借给朋友了，他最近周转不开，得过半年才能还我。看着我爸的脸色越来越深，我知道他马上就要上钩了。昨天晚上我咨询了学法的朋友，他非常气愤，连夜帮我出谋划策。他说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判定谋杀。我一大早就去数码市场买了微缩监控，每个房间无死角监控。我爸扯着嘴对我笑，
肯定是有急事才找你借钱。中午想吃什么，爸爸亲自给你下厨做饭吃。一听这话，我连忙表现出特别开心的样子。谢谢爸爸，爸爸做什么都好吃，我都爱吃。过了2个小时，我爸做了几道菜，只看外表却是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我敢肯定，这一盘菜就够要我小命了。我故作头晕，想在床上躺一会儿。我爸把菜端到我床边，嘱咐我一定要吃完。我从每一道菜里拿了一点小样，装在分装盒里，剩下的菜我倒进了玩偶里。我爸生性多疑，一定会检查我吃了没有。这个地方是最安全可靠的。下午我拿着小样去了一家检验机构，检测的人说最快也需要3天。幸亏我平时不常在家吃饭，不然早就和外婆一样惨死在他们手下。晚上我在手机里面看今天白天的监控，可以明确看到爸爸在做菜途中放入白色粉末。朋友告诉我，光凭这点还不能证明什么，还是要等检测结果出来才能判定。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意外总是先来临。第2天，姑姑一早来我家，她的孙子上蹿下跳，把家里搅得一团乱。姑姑边笑边鼓掌，哎呦，奶奶的好乖孙，精力太旺盛了。有暗讽对爸妈说，等你们有了孙子就知道了，爱蹦爱跳的男孩聪明，父母早就把这个家当成是他们的了。但是当着姑姑的面也不好说什么，更何况姑姑拿他们没有孙子的事说。2个人的脸早就铁青了，就把小孙子引到我房间，让我带着他玩。我正在和朋友商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专注地看着手机，没有注意到小孙子把我房间的玩偶带了出去。不一会就听到客厅传来惊呼声，我刚出去就看到玩偶里掉出一堆我藏的饭。玩偶比较大，够1米长，掉出来的饭渣满地都是。小孙子还在旁边扒拉着饭，我的心咚咚的都快跳出来了。父母都恍然大悟地看着我，怪不得这么久我一点事都没有，哪怕这2天加大剂量也没反应，原来是把饭偷偷藏起来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出乎意料的是，爸妈只是淡淡地对我说，回去吧。我担惊受怕地回了房间，立马给朋友打电话求救。朋友那边一直显示无人接听的状态。父母把姑姑送出门后，客厅恢复死一般的沉寂。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客厅，从猫眼观察人已经走了，转动门把手，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打不开，心中一片慌乱，急忙拿出手准备拨打报警电话。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我惊恐万分，连忙跑回房间把门上锁。我妈敲了敲我的门，鱼，你都知道了是不是？你听妈妈解释，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放慢呼吸，话都不敢说，同时手中飞快地发送报警短信。过了几分钟，我妈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小锤子，不断地砸着我的门锁。啪嗒，门开了。我爸和我妈一起走进我的房间，冷冷地盯着我。我缩在墙角，不敢动弹。我妈戏谑地说，本来没想这么快就动手了，是你自己着急找死。房子是你的又怎样？还不是老太婆给你的，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警局离这边不远，我现在想尽办法拖延时间。我爸妈似乎很有把握，也不急动手，拖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床边，缓缓开口，这房子本来就该是我的，我都回去伺候了她1个月，死老太婆还是把房子给了你。我现在只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有什么错？他语气平淡，似乎诉说着和他毫不相关的事。只要他死了，
房子自然就落到我手里了。可万万没想到，这个老不死的竟然学会写遗嘱。我可是他亲生女儿，为什么不给我？他知道是我给他下的毒。病床上，他满眼都是泪水。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就烦。说完，我妈从我爸手中接过锤子，你们去下面相聚吧。锤子落下来时，我拼尽全力拉起我爸的手。啊！我爸痛苦地叫出来。趁着这个间隙，我立刻起身冲向房门，只差一步就要摸到门把手，头皮突然被拉扯。我爸龇牙咧嘴地出现在我身后，死死地抓着我头发。我被他一把抓住，甩到了一旁的柜子角，背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看着我爸一步步朝我走来，我绝望地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外婆的身影。外婆，没有你的世界太痛苦了。哐当，门被撞开，都不许动，警察来了。我瞬间没了力气，瘫倒在地上，最后体力不支晕倒了。当我再醒来时，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警察特地派女警来安抚我的情绪，是个非常温柔的女生。她见我醒过来，问我：“你有没有感觉好一点？”我想出声，嗓子太干了，只能点点头。她继续说：“在你晕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因为没对你造成实质性伤害，且认定结果为轻伤，你父母以杀人未遂进了监狱，有期徒刑5年。”接着，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忽然想到什么，死死地抓住他的手。我有证据能证明他们杀了人。我把这几天手中积攒的监控摄像以及食品的化验结果都一并打包给了警察。我爸妈的案子进行了重新审理，父母故意杀人、杀人未遂等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我站在蔚蓝的天空下，深吸一口气，点开手机，把上面的监控软件卸载了。我到家立马收拾东西，把不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叫收废品的上来回收。朋友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离开这个城市，换个地方生活。朋友本来要和我一起收拾东西，我觉得之前的事已经够麻烦他了，自己收拾3、5天也差不多了。我爸妈虽然被判刑，但是我还有个哥哥。我这个哥哥虽然人不行，打架斗殴却是一把好手。当初要不是用我的房子为噱头去相亲，估计他现在还是个光棍。不过嫂子现在知道真相，大概率会甩了哥哥。他如果知道父母被关进监狱，一定会回来报复我。然而我还是低估了我哥哥的狠毒。我回家按电梯时，从单元门进来一个包裹岩石的男人，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虽然看不到脸，只看身形，我也认出来了，那就是我哥。电梯还停留在22楼，我连忙打开旁边的逃生通道，拼命地往下跑着。我躲在停车场的角落，按开手机的报警电话，刚拨通，手机就被追来的我哥打掉。他挥着刀砍上来，我慌乱地伸出手去挡，正刺在我小臂上。我拼命地呼喊着救命。我看到有一辆车打着双闪朝我们行驶过来，我哥吓得立马拔掉我胳膊上的刀，慌忙逃走。包扎好之后，到了警局，警察说，根据单元门口的监控显示，袭击你的是一个成年男子，但是由于他包裹得太严密，很难辨认容貌，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连忙告诉警察我的猜测，经过天眼等各种数据的分析，果然凶手就是我哥。我哥前天网购了一套黑衣服，又去商场买了一把水果刀。根据监控显示，他出门之后直朝我的住处走来。3天后，警察在隔壁的县城里面的一家又破又旧的旅店找到了他。因为证据充足，李成才被判刑5年。结果一出，嫂子就找上门。
我以为他是要为我哥说情，他跪在我面前，说他也是被骗了。他现在已经有了我哥的孩子，他娘家也不要他了，未婚先孕，给他们家丢人了。肚子里毕竟是我们家的种，希望我能把房子给他。看他哭得歇斯底里，我叹了口气，让你给你也行，你说是我哥的孩子，现在也没办法证明。这样吧，等你生下来确实是我哥的孩子，我就把房子给你。嫂子一愣，你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我们娘俩现在都没地方去。我爸妈进监狱之后，邻居就开始风言风语，说我嫂子已经怀了别家的种，这才急着想嫁到我们家。他看我态度坚决，骂骂咧咧地走了。我妈在监狱里托各种关系给我递了张纸条，希望能见我一面。我其实不想见她，能对自己亲生孩子下手的母亲得有多狠。不过想到我还没彻底让她绝望，还是去见了。明明才2个月没见，我妈仿佛老了10岁，空洞的眼神没有一丝波澜。她看到我，眼泪就流下来。鱼，之前下毒的事，是我和你爸对不起你，可是这些成才是不知情的，他被我们俩宠坏了，可他真没坏心思。我们俩死就死了，可他是你亲哥哥，你在外面照顾照顾他好不好？我翻了个白眼，你把我叫过来就说这些的吗？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些？当时你对我下手的时候，有想心软过吗？我妈愣了愣，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们，就是希望你能给成才吃一口饭，让他活着，能养活他和他儿子。我笑了，你大概不知道，我哥故意伤害罪，前几个月也进去了。你也知道，监狱里的环境不比外面，就他那种寄生虫，什么都不会干，在监狱待5年，说不定早就被人折磨疯了。听到我说这些，我妈疯狂地敲着玻璃，你太狠毒了，你太狠毒了，非要把一家人都送进来你才满意吗？我无辜地点点头。对了，说到一家人，你知不知道嫂子怀孕的不是我哥的种？这是街坊邻居都知道了，怎么就你们不知道啊？一定是坏事做绝了，所以才断子绝孙啊！我妈瞪大眼睛，嘴里一直念叨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我想着来都来了，顺便去看望了我爸。同样的话术，同样的流程，对着他也来了一遍。他比我妈更愤怒，玻璃都被他敲得震响，被狱警带走了。经历了这么多事后，我也不想让这种血液继续流下去。我选择自己一个人生活。我卖了外婆的那套房子，去沿海城市买了一居室。至于剩下的钱，我也不会理财，就存在银行里面，每个月都有3万的利息。我哥进监狱2年之后，忍受不了监狱的条件，咬舌自尽了。我托人给我爸妈把这个消息带进去，我妈郁郁而终，我爸也病故了，而我也在解决完这些问题之后，彻底开启了我的新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